只给你3个小时时间。2小时前还没送到，死命回来！救！爸爸妈妈过来救我！别伤害我儿子，我们马上到。进来。顾总，您和林小姐的婚期将至，林小姐希望您可以陪她一起吃婚纱。知道了。喂喂喂喂喂！他妈的！小朋友，要怪就是怪你倒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小朋友，要怪就怪你的命不好了。救命！救我！救妈妈，你在哪儿？你怎么还没找到我？我不怕躲猫猫了。啊，怎么着火了？小哥哥，你醒醒醒醒！醒醒呀，醒醒呀！哥哥，开始吃，我们一会儿就出去了。是你救了我吗？是我，我叫林小伟。你的手中能让我看看吗？他好像以为是我救了他，现在爸爸找不到了，必须抓住这个机会。你救了我，不是一定会报答你的。爸妈，你们已经离开我15年了，这些年我没有一天忘记那天发生的事情，每天都陷进痛苦的情绪当中。还好小婉陪着我。现在我们快要结婚了，我想这么多年也该放下了。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婉的。真是哥哥，我会陪着你一辈子，不离不弃的。小新，这个月保护费还没交呢，往哪儿躲？啊？手上拿的什么呀？看看。哦呦，求职简历！你不会是要去什么夜店当什么夜店女王吧？啊，不如让哥哥先教教你。对呀，让兄弟们带你玩玩。他这样说，我就报警了。你觉得我会给你机会让你报警？你说你找什么工作呀？你不是被苏家收养的吗？啊？那苏家也不是要钱就有钱。在我顾氏楼下当街动凶，我看你们几个是不想活了。对不起，顾总，是我没有管理好公司附近的治安，我现在就让人把他们送进警局。带下去。你是来面试的？这人是……爸爸，你在哪儿？
漂亮的手机。快来人呀！这边有人晕倒了。他怎么在这种时候出现了？不行，我马上就要和许哥哥结婚了，绝对不能让他破坏我的婚礼。许哥哥，我知道刚刚那个女人是谁了。小婉见过她。她就是当年那个绑架犯的女儿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绝对不会有错的。去查。顾总，和林小姐所说的一样，沈西安当年确实去过仓库附近，在绑架案之后，他就被送去了福利院，没过多久就被苏家收养了。原来是她。顾总，刚才谢谢你了。现在说谢未免太早了。这份文件你先看看。这是我公司的劳务合同，聘用时间为3年，月薪2万。只要你在上面签字，这3年你都是顾氏的员工。顾总，你要聘用我？华夏是国内的知名企业，为什么会聘用我一个连实习经验都没有的员工呢？合同你签不签？请问顾总，那我现在是什么职位呢？做我的贴身秘书。贴身秘书？该不会是那种需要卖身的秘书吧？你放心，就你这个身材，我对你没兴趣。我对顾总也没有兴趣。沈西嫣，苏家养女，然而在苏家并不受待见。大学毕业之后，跟你的小男朋友出来租房住，海投面试了 N 家公司都石沉大海，现在每天靠着打零工赚的3000块钱过日子，还需要我再提醒你的处境吗？除了我给你的这份工作，你还有的选吗？好，我签。字你已经签完了，现在出去。请问顾总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入职呢？今晚记得穿好看点。今晚？我说今晚，你有意见？顾总，你们公司的秘书晚上还要上班吗？合同是你自己签的，上面的条款也是你自己答应的，你没有权利拒绝。顾总，我签的是劳务合同，不是卖身契。他这眼神怎么感觉像是鄙视？我这身材哪里差了？你看什么？晚上有个酒会，准备一下。原来是酒会。哟，顾总，难得您大驾光临，可一定要赏脸喝一杯啊！各位有心了。还不快替顾总挡酒，一点点。我是顾总的下属，这杯我敬您。好酒量啊，小姑娘，这生意场上可不能只喝一杯啊！就是。这不，小雅啊，是不是回到家了啊？哎呀，快哥老子吧啊！你放开我！给老子看呀！是你，知不知道？别他妈给脸不要走！走！这小子，你给我回来！谁他妈不着呀？抢我的女人！原来是王总啊，酒会还没结束，这就开始发情了。原来是顾总啊！误会啊！那个刚刚是他沈小姐趁我喝醉，故意勾引我的。他先勾引的你啊！对，看我喝醉了。天！我没有。
有我一个金主还不够，这么着急找下家？啊，真不愧是绑架犯的女儿啊！为了钱，什么你都做得出来。我说人呢？真是恶心，看着你我都觉得脏。沈小姐，要不从个胳膊啊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走就走。唱一个就让我做什么不走吧。你小子！从此以后，海城再无王家。大哥哥，是你回来了吗？还没清醒是吧？我带你好好清醒清醒。现在清醒了吗？对不起，顾总，前两喝醉了。做了错事就要承担责任，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家人。顾总，今天晚上是我失职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犯的。我可以以后天天加班来弥补这一切。就怕你赔不起，在这儿跪一个晚上，明天早上直接到公司报到，1分钟都不许少。好快！喂，小常。喂，燕儿，你怎么还没回家？小常，我在加班呢，你先休息，我今晚就不回去了。顾氏公司居然这么扒皮，是违反劳务法的，我们可以起诉他。不关公司的事儿，是我自己做错了事情，现在正想办法弥补呢。你也知道，公司动不动就是几个亿的，我可赔不起。那你有空多休息，别熬坏了身子。那我先挂了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那我们算不算相拥？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，心也空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那我们算不算相拥？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，心也空。你醒了，沈小姐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沈小姐，你昨天发了高烧，然后需要休养。这边呢是给您开的药，吃过药以后等好一点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医生。没事，注意休息。沈小姐，我是你的同事林小婉，我听说你生病了，所以特意过来看看你。哎呀，你好。对了，我可以叫你吸烟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我看你已经恢复了不少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你带了份粥，你尝尝。对不起，我是故意的。沈西燕，这就是你勾引我未婚夫的后果。要是不想死，就给我离开华夏。你是故意的。干什么？啊，好痛！雨哥哥，我刚刚来给他送粥，我一不小心弄洒了，他就说我没用，还说我不配当你的未婚妻。雨哥哥，我是不是很笨？
你不笨，只是某些人自己连东西都端不稳，又何必特意为这种人送终？他不是华夏的员工吗？你真是个人先告状！明明是你破了卫生周，还逼我离开华夏。沈西安，你给我住嘴！沈西安，你给我住嘴！堂堂顾总，连这点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，而且你看女人的眼光一模怎么样？沈小姐，你随便怎么误会我、诋毁我都可以，但是请你不要这样说许哥哥。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沈西安，放干净点，你没有资格骂人。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无所谓。可是不要在我的病房发疯好吗？昨天没有跪够是不是？还想再跪一遍？向我道歉。算了，现在整个简城的公司都容不下我，只有顾氏能留下我。林小姐，对不起。徐哥哥，这个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他，我也有错。这样吧，我以水代酒，我们干了这杯，就算和解了。徐哥哥，我头好痛！你在水里动了什么手脚？病人本就贫血，现在又误服了强效降压药，导致血压急速下降，必须立刻马上解决出血。他和小婉的血型一样，抽他。西安，对不起，君雪哥哥都是因为太担心我了，所以才会抽你的血。别太生气了。沈西安，你给我好好说话！你差点害死小婉，小婉都没和你计较，你现在这是什么态度？顾总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杯水里面有降压药。别装了，这病房里除了你还有谁有机会？难道是小婉自己给自己下的？你怎么这么肯定？不是他自己做的？你当我是傻子是吗？你这污蔑人的手段，我妹妹太卑劣了。就算不是他，那凭什么就是我做的呢？我刚刚醒过来，哪有力气倒水啊？没有力气倒水，不代表没有力气下药。好，既然顾总已经跟我分析，我说什么都没有用。所以你是承认了？所以你是承认了？西安，真的是你要害我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明明是想跟你好好相处的，我可没看出来你有这个意思。像你这样卑劣的你，也不配跟小婉做。那正好，林小姐，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毕竟这是我做的。小婉，你没事吧？我扶你回病房。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回去加班，不要以为穿着一身病服就能活过。真许哥哥，我没事。小婉，他害得你经历那么多可怕的事，你不必这么善良的。真许哥哥，我不是为了他，其实我是为了你。你昨天在伯父公公面前说你要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，其实这也是我的心愿。小婉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燕儿，就算加班也不要太操劳，记得劳逸结合。等你回来。这就准备走了？
你让我做的工作我已经做完了，我为什么不能走呢？沈西安，你就拿这种东西糊弄我？这可是个价值2亿的项目，你连市场调研都没做，万一亏损了，你能承担后果？顾总，你就给了我1个晚上的时间，我根本就来不及做市场调研，而且我已经做了最详细的数据分析了。那又如何？你的方案根本没有任何创意，在我眼里毫无意义，全部重做。这些全部都不行，还有没有别的方案？顾总，你要的方案我已经做好了。既然你要创意，那我就写到你满意为止。这次的资展地点在黄水街，黄水街周边呢都是大学城。我连夜调研了10所大学的学生，对他们喜欢的样式还有类别做了详细的数据分析，同时可以联合游戏方在展览增加年轻人喜欢的 ACG 文化。创意虽然不错，但是成本不足。ACG 文化呢虽然烧钱，但是能够引流，打造特色，而且我的方案能让投入控制在2个亿以内。还是说，顾总你全面机器的人力都拿出来呢？若是项目赔了，就不。所以说，我的方案通过了。一个刚来的实习生吧，凭什么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他呀？就是，我听说沈西安是总裁亲自秘书，估计啊，因为部门在忙。这方案写的真好，没想到西安也这么有能力，兴许哥哥真是捡到宝了。但是，既然你能力这么好的话，之前海投那么多公司，却没有一家公司回复你，真是可惜。明明没有这种能力，却拿出这么好的方案，我估计偷的。这就说得通了。他明明才刚入职，都还没转正呢，就写得出来这么好的方案。之前海投未过是我个人的原因，不太方便透露。但是这个方案真的是我自己写的。谁知道呢？用实习生的方案，到时候捅出篓子来，擦屁股的还不是我呢？那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方案是我偷别人的呢？大家都别吵了，我相信西安，他海投未过可能是因为学历的原因，但是看人也不能光看学历嘛。一个3本学校的毕业生，有什么资格坐到这里和我们谈话？我之所以选了那所学校，是因为它离我家比较近。听说你从小被苏家收养，你个富坚千金大小姐，当然不会努力考大学，也不用考虑前途，安逸生活吧。够了，我华夏的会议室不是用来给你们闲聊的，就按照方案做。当时被这个狐狸精封闭了双手。沈西安真是恶心死了，比起领导往上去。西安，西安，恭喜你啊！你的方案通过了。哎呀，他们都已经做了很久了，还是你厉害。难道你就不怀疑那个方案是我偷的吗？哎呀，那都是他们胡乱猜测，眼红罢了。你可别受他们的影响，我相信你。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已经到午休时间了，走，去吃饭。不用，哎，行，我肚子有点疼，想去个厕所，要不你先去吃饭去。但是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先去啊。东西我已经发给你了，记得答应好我的事情。放心，答应你的事情，我说到做到。西安，你还好吗？现在在公司应该挺煎熬的。没事，我讲笑话。你何必这么咄咄逼人？你不知道你想出来。
但是也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。你说其实在完成我的工作，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去偷跑。那你偷别人的方案干什么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偷方案。可是怀疑的种子，老是会生根发芽。沈西安，你把我的话到哪儿掏空了是吧？君许哥哥，我是因为听到公司有些流言蜚语，所以想过来安慰一下夕烟，但是他好像对我有些误解。能有什么误解？不过是他蛇蝎心肠，一心想要害你罢了。我没有，是他往杯子里面下药，所以我才推开的。怪不得你不喝橙汁，还特意给我喝。原来你这么恨我。沈夕烟，你害了他一次还不够，你还想害他几次？我好好的在这里吃饭，我为什么要害他呢？因为你嫉妒他即将成为顾太太，他过得比你好，比你幸福，你就想毁了他。沈夕烟，这世界上怎么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？怪不得你的父母早死了，你们一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允许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。怎么戳到你的痛处了是吗？沈西安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警告你，不许动手，否则我要你命。我说了，我没有，是他先挑衅我的。从始至终，我看到的是小婉一直在维护你，而你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对她动手。不是的，我没有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摔杯子，那整个食堂的碗都给你来洗，我看你能摔几次。沈西烟，你就等着死吧。不好了，夕颜，你的方案被另外一家公司提前发布了。除了品牌，他们的策划方案和推出的产品都和我们一模一样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什么？夕颜，原来你的方案真的是偷的？我没偷，我没偷。沈西安，你是在报复我？我没有，这个方案真的是我连夜赶出来的，一定是有人动了我的电脑，我们可以查监控的。顾总，当时的监控全部被人动了手脚，昨天中午的也无法查看。不会是他走贼心虚，故意整这么一出，来逃脱罪责的吧？我没偷，我没有，这个方案真的是我自己写的。沈西安，你太令我失望。君许哥哥，这个方案可是价值2个亿呢，要不把夕烟调去别的岗位吧？我说过，如果项目亏损，所有损失全部从你公司里扣。这个项目现在还没有投入市场，只要我今天写出新的方案，就可以扭转趋势的。好啊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否则你的工资以后全部归公司挣收，白白给了华夏的。那么多人花了半个月都做不出的方案，沈西烟居然想1天就做出来了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宝贝儿，我想你了。还不是因为我帮你拿下了这个方案，不然你早就不记得我是谁。我就算忘了自己的名字，我也不会忘了你的名字呀。就你嘴甜。春丽酒店1102房，我等你。你干什么？沈西烟，你就认输吧，这个方案都已经被你搞黄了，你再怎么努力都是没用的。林小婉，你果然心虚了。方案现在是你做的手脚，对不对？是又怎么样？反正凭你的能力，也做不出这么好的方案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君许哥哥，我刚看他电脑坏了，就想着帮一下他，结果他一直说我偷他方案，还打人，明明是他先动的手。沈西烟，你又想做什么妖？林星，去给小婉包扎一下。好。沈西烟，你3番5次威胁林小婉，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？我没有欺负他，明明是他挑衅我的。张口就污蔑小婉，
亏他还在我面前替你说好话，你就没有一点愧疚？我为什么要愧疚呢？是他陷害我，又不是我陷害的他。说谎话也不打草稿，这种话说出去谁会信你？不信就算了，反正我没有做错。沈西嫣，你这么贱，怎么不去卖啊？顾君雪，你好歹也是公司总裁，这注意个措辞。怎么不装了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从来都没有装过什么。反倒是你，你眼睛瞎了是不是？林小婉她出卖公司机密，害得公司亏损这么多，你不去追究她，反而抓着我不放。华夏公司到底是让你怎么做大的？到现在你还在污蔑小婉，沈西嫣，你真是好样的！这么着急激怒我，是想引起我的注意？我没有，是你们欺人太甚了。还在嘴硬？既然你这么期待，那就让你来当我的情妇好了。反正都是卖，我给你的钱只多不少。顾君雪，你混蛋！电脑，你干什么？西嫣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当我眼瞎？明明是你故意迫使弄坏我的电脑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该不会是不想让我完成方案吧？西嫣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好啊，莫迪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你竟然合起伙来后林小婉陷害我！你凭什么查看我的隐私？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发生什么事了？顾总、林助理、沈西嫣他抢了我的手机，快让他还给我！办公时间，你们吵什么吵？顾总，我找到泄露方案的原因了，是莫迪偷了我的方案，他还和林小婉一起陷害我，现在还弄坏了我的电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顾总，我是听林小姐的吩咐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什么听从我的吩咐？林小姐，我都是按照你说的去做的，你可一定要帮我向总裁求情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的。这位小姐，我跟你压根就不熟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林小姐，我可是冒着被开除的风险，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啊！真是哥哥，别怕。林小婉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君许哥哥，我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，你要相信我。那这个你怎么解释？这是我的微信。君许哥哥，我最近微信号被盗了，之前所有的消息都没有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。去查。那麻烦借用一下林小姐的手机。这几天林小姐登录的设备我会全部查一遍的。顾总，果然和林小姐所说的一样，她的账号在网吧被登录过，登录的人把密码也改了。谁让你这么做的？顾总，我没有撒谎，真的是林小婉说的。还在撒谎！现在给我滚出公司！顾总，我求求你别开除我，我求求你行行好吧，我也是没有办法才做这种事情的。我妈生病了，她在医院里面，我还要养孩子。是沈西嫣，是她要陷害林小姐，才让我这么做的。沈西嫣，又是你！她这是诬陷我。除了你，谁还有这个动机？你不就是想洗白自己，才会去诬陷林小婉？沈西嫣，别怪我狠心，谁让大家都不相信我，只有供出你，我才有活。那你掐死我好吗？我才不会！我要留着你，让你一辈子在公司赔罪。西安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是我不怪你，项目都已经搞砸了，你还是跟君许哥哥道个歉吧。你究竟是多想让我破坏这个项目啊？不过可惜了，这份资料我已经备份过了。林小婉，你的如意算盘打空了。西安，你又误会我了。好，沈西嫣，
既然你这么能干，明天李总的项目也让你去谈。哎呀，谁都知道这李总啊是个色鬼，跟他谈项目唯一的门槛就是他只和跟他睡过的女人谈项目，所以这个项目啊才一直没有敢接手他。哦，不过也是啊，你说这辛辛苦苦干工作有什么用啊？不像是某些人，只要张张腿就能轻松的拿下 case 了。一道彩虹，却不曾说过太陈烨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忙？你尽管说。帮我查一个人。好的，名字发给我。谢谢啊。若不是走投无路，我真的不想麻烦陈毅。抱歉，李总，我来迟了。没事，等一等美女是应该的。李总，贵公司的这个项目开发是个大工程，如果能和我们华赛合作，一定能达到最优效，将效益做到极致。哎，项目的事情不急，沈小姐今天特意过来，我先敬你一杯。李总客气。关于这个在建项目，沈小姐长这么漂亮，何必谈什么项目？这些活儿太累，沈小姐不妨跟了我，要什么没有。李总，我是来谈项目的，你别动手动脚。哟，还是只小野猫呀！李总，你要是再对我动手，我就把录音发给您太太。沈小姐不妨跟了我，要什么没有？你竟然有我太太的威胁！现在可以好好谈项目了吗？不错，你还是第一个让我破例的女人。顾总，这是你要的文件。沈小姐这次的方案非常有效，策展第一天新品就全部售出，单品利润可以增长20个百分点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沈小姐和李总去谈合作了。他真的去了？是的。你说我这样逼迫一个女人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好？您的父母当年全部死于那场绑架案，你也差点遇害，所以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。我和李总许久不见，我去退退。顾总，原来两位谈到兴致正浓，是我来的不巧。顾总，项目我已经签下了，这是合同。沈小姐果真是说到做到，为了公司这么出卖自己，我是不是还得跟你说声谢谢？顾总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和李总？我没有和他发生任何关系。你不用解释了，李总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了解。好，你不信算了。上班时间，你想去哪儿？去给他准备一件衣服。是。你又要去哪儿啊？不要再跟着我了，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可负不了责。喂，燕儿，今天你还加班吗？我不加班，我马上就回去。小程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看你最近这么忙，我还以为你给忘了呢。就算再忙呀，我也不会忘了你的生日的。快许愿吧！
希望我能早日康复，不再是燕儿的负担。生日快乐！对了，小程，明天就是去医院复诊的日子了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好。燕儿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生病，害你到处找事。不关你的事儿，是我自己想去治疗上发展的。你只要把身体调养好了，我就放心了。要是陈毅哥哥在就好。就算他在，我们也不能一直依赖他呀。陈曦，好你个赔钱货，害得我好找。我们苏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竟然拍拍屁股走人了，真是个白眼狼！那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找来了？我们苏家养了你10年，我要你把欠我的现在全部还回来。妈，我知道你们养我不容易啊，这样吧，我每个月给您卡上打1万块钱，您看可以吗？1万怎么够？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！阿姨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陈毅哥一走，你就让江城所有公司都不许燕儿入职。要不是燕儿进入华煞，还不知道被你怎样拿捏呢。她是我的养女，她听我的话怎么了？何况我也是为了她好。她是我的养女，她听我的话怎么了？何况我也是为了她好。你所谓的为了她好，就是让她嫁给一个50多岁的老男人吗？那又如何？她如果攀上了这门亲，以后吃喝可就不愁了。明明是你自己想用这门亲事来换取苏氏的资源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们不按我说的去做，我就把小程的医药费给断了，我看他还怎么活。漂亮，这钱一直都是一个个出的，你不能断了呀。陈毅现在在国外，就算我断了这笔钱，他也不会知道的。你太过分了。小程，医生，你容易到了，快来人呐！真是晦气！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病人要立刻进行手术，否则到时候再有什么问题就很难治了。我知道了，医生，我会努力凑钱的。医生，小程他还能活多久？这次发病加重了病情，最多1个月内一定要立刻进行手术。小陈，别怕，我一定会让你活下去的。你好，我找顾总。请进。你怎么找来的？之前康迪特助给您寄文件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地址，所以就找过来了。顾总，您之前说让我当您情妇，这话还当真吗？沈西呀，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当我的情妇，真够贱的。我就是命里犯贱，所以才敢这样当你的情妇。顾总，我们谈谈吧。你有什么目的？顾总，您这么有钱，当您的情妇应该能赚不少钱吧？顾总，您这么有钱，当您的情妇应该能赚不少钱吧？那得分人，你这样的我未必看得上。这50万，我跟您一辈子。沈西安，你小钱小疯了吧？好啊，那你怎么证明自己值50？还是我不值得？教堂的白鸽不会亲吻午夜，就像我配不
像星空下的他，时间怎么就走到了晚霞？我们笑着说没有办法。你只值这个价。烫的白鸽不会亲吻我呀，爱的故事只有白后来回答。迟来的阳光救不了枯萎的花，和我告别吧。君许哥哥，你都忙了这么久，喝杯水休息一下。我没事儿，你身子热，快去休息。君许哥哥，我头有点晕。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看见你了，我就晕头转向的，满脑子就只有你了。身体不舒服就让医生多看看。你好好休息，我还有会。君许哥哥，你真的让沈西烟搬进别墅了？不会放太太，我招她进来只是为了折磨她。顾总，会议要开始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哦，对了，小婉最近的身体怎么样？哦，心理医生说还需要再关注一下。当年火场的电视已经过去很久了，原本情况一直在好转，但林小姐反映她最近一直在做噩梦，不知道和沈小姐的出现有没有关系。那让医生尽量开导她的情绪。喂，宁宁，我现在急需要一笔钱，给我弟弟治病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没钱。好的，没事，那谢谢你了。喂，王婶。喂，许医生，小程的病情怎么样了？我知道你筹钱不容易，小程的病情我也一直关注着。若是你真的有困难，我可以借你一笔钱。真的吗？谢谢许医生，我一定尽快会还钱给你的。哎，这也只是手术费用，术后治疗每年至少都要30万，你还是要再想想办法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沈西烟，你别想着取代我的地位，顾君许是我的。沈西烟，我看你还怎么在别墅住下去。少爷，不好了，林小姐割腕自杀了。什么？沈西烟，你又对小婉做了什么？怎么了？我什么都没有做呀！你还在装？什么都没做，那他怎么会割腕自杀？君许哥哥，你别怪姐姐，这不关她的事情，是我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太差。虽然她威胁我自杀，但是也是因为我自己太害怕了，所以才会这么冲动。林小旺，你少血口喷人了！我今天晚上一直在房间打电话，根本就没有去过你那儿。沈西烟，你吓到小婉了。顾总，我真的没有对他下手。你一向不喜欢小婉，不管这件事你有没有参与，都脱不了关系。是，我是讨厌他，但是我也没有必要为了这种人渣毁了我自己的前程。既然你不想让我留在这儿，那我现在就走。沈西烟，当初是谁求着要当我的情妇？现在就走？钱不想要了？当初是谁求着要当我的情妇？现在就走？钱不想要了？你想怎么样？这次好在小婉没事儿，我就不要你赔命。只要你让小婉割一刀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小婉，想搁哪儿都行，让他长长记性。沈西烟，我受过的委屈，我一定会1000倍、10000倍的讨回来。
纵容你一寸又一寸，将我的心贯穿，有一分又一分，拔出来一半。沈小姐，这是顶级皮肤科医院的药膏，你涂点吧，能让你别留疤。谢谢啊。不用谢我，是顾总让我给你带的。这是林小姐的病历，医生诊断要患有严重的认知障碍。这种情况平时不会表现出来，但是一遇到和创伤有关的人和事儿，就会有激反应。昨天可能是被什么刺激到了。应激障碍，这种病的表现因人而异，有的人呢会恐惧密闭空间，有的人会重复做噩梦。沈西嫣是绑架犯的女儿，昨晚肯定是她刺激到的。哦，对了，顾总，沈小姐最近貌似很缺钱，昨天呢向公司提前1支1年的薪水。去查查他们这笔钱干什么。是。可以。李小姐，把这个放进去，以后我当了顾太太，不会亏待你。是李小姐。少爷，你这一天太劳累了，来喝点健康的东西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您先去。薛许哥哥呢？何姨说他在喝鸡汤，明明人都不在。明明是你，明明还不死心，生命是一个谜语，为你而寻觅。最初的一心一意，深信房间吧。没有你，最后的起飞的翼，身不由己到我。顾总，下期文件我给您放这儿了。沈西嫣，你给我下药服就是为了干这种事情？你早都卖给我了，还装什么纯情？还有梦能紧紧抱着你，爱写出。沈西嫣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这个手镯值500万，只要你离开，我可以送给你。这是顾君许送给你的东西，我不需要，而且我已经收过他的钱了。沈西嫣，你就非要插足我们的感情吗？我会给他的，但不是现在。我在顾君许的眼里，不过就是一个玩物罢了。他那么讨厌我，我在这儿也待不久。沈西嫣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肯从许哥哥家里搬出去？很简单呀，只要顾君许不再需要我，我随时都可以搬走。所以，你与其来找我，倒不如去找他呢。你。你再好好找找。
君许哥哥，对不起啊，我把你送我的手镯弄丢了。没事儿，我再送你一个就是了。那怎么行呀？那是你在我成年礼上送我的礼物，只有那个手镯最有意义。那你想想放在哪儿？我记得我昨天洗手的时候摘下来了，我怕洗衣液把它弄坏了。哎，对了，沈西嫣当时也在，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。把她叫来问问。但是她现在还没回来。先生，该不会是沈小姐拿走的吧？这个手镯这么贵，说不定她拿走是礼物。怎么了？小婉丢了一个手镯，你有没有看见？你们怀疑是我偷的？西嫣，君许哥哥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误会。那就是你说的，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你的手镯，你还是自己想想放哪儿去了吧。沈小姐，让我检查一下你的包吧。你干什么？沈西安，果然是你！沈西安，果然是你！不是我。那你怎么解释我送小婉的手镯会在你的包里？肯定是林小婉她趁我不注意放进去的。她上次想把手镯送给我，我没要，所以她这次才自导自演，想要陷害我。沈西安，这么贵重的手镯，我怎么可能会送给你？你不要胡说。先生，我就知道这个小狐狸精小家子气，肯定是他偷的。不光偷男人，还偷手镯。沈西安，你是不是缺钱缺疯了？不惜出卖自己也要拿钱。要是小婉真送你个手镯，你能经得住诱惑？我没骗你啊！哼，你以为我会信你？这次手镯找到也就算了，下次再让我看见你手脚不干净，我就打断你的手。既然你这么讨厌我，还把我留在这里干什么？早点放我离开不好吗？省得我在这白白被人辱骂。我付了钱，你已经卖给我了。在我说走之前，你哪儿也别想去。嫣儿，我回国了，出来见你了。我在华夏公司楼下。陈毅，欢迎你回来。嫣儿，抱歉，我之前不在你身边，没能照顾你。你帮我的已经够多了，上次李总夫人的微信也是你帮我查的。那没什么。对你来说没什么，对我来说已经是帮了我大忙了。哦，对了，嫣儿，我之前听小程说了，我妈逼你相亲的事情，我向你道歉，我不会再让他们打扰你了。苏家毕竟养我这么久，而且你也替我照顾小陈这么长时间，应该的。嫣儿，我们之间不用那么客气。陈毅，对不起，我……你们在做什么？不走。嫣儿在华夏都是你的照顾。不用客气，嫣儿是我的女人，我照顾她是应该的。不用客气，嫣儿是我的女人，我照顾她是应该的。什么你的女人？顾总，你太会说笑了吧？嫣儿可是我的未婚妻。是吗？你的未婚妻可是求着来当我的情妇，这就恼羞成怒了？嫣儿，我们走。站住！沈西安，你确定你要跟他走？苏家在江城可还没到只手遮天的程度。嫣儿，你别听他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都要带你走。不用了，陈毅，我们之间的娃娃亲还是不作数了。怎么不作数了？我妈当年收养你，不就是为了让你做我的童养媳吗？抱歉。是，没错，我是苏家的童养媳，但是那个时候你腿受伤了，他们以为你都站不起来了，所以才叫我来上厕所。可是现在你的腿已经好了，你已经不需要我。没有不需要。你忘了，你从小一直陪在我身边，照顾着我。为了我也放弃了读京大的机会，反而读了一个3流的大学。那是以前的你需要人照顾，而且现在
我只把你当哥哥。原来她不是你的未婚妻，只是你们苏家捡来的免费保姆。不是的。燕儿，留在华夏工作总比当个免费保姆强。陈烨，是我配不上你。君雪，你怎么了？药，再输一下。怎么样？顾总是肠胃炎犯了，虽然已经吃过药了，但还是要好好照顾。麻烦沈小姐小心照顾顾总，一定防止他反复发烧。有任何需要都可以联系我。好啊。明明长了一张这么帅的脸，怎么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呢？希望你看在我照顾你的份上，以后不要再折磨我了。我终于相信，分手的理由有时候不动听。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。若是你不是绑架犯的女儿，该多好啊！沈西，你这是好手段。君许哥哥现在被你迷的都不肯碰我了，那是你和顾君许之间的问题，你找我有什么用？我又不能按着他，让他上刑。当小三还好意思这么嚣张？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抢我男人的下场！你喝的什么东西啊？当然是要命的东西了。如果君许哥哥知道你屡次三番的想要害死我，他会怎么想呢？君许哥哥，沈西言他想要害我，他逼着我喝农药，你快来救我！你喝的居然是农药！喂，120吗？前面有人喝农药了。小婉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了，君许哥哥，你别担心。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你。这不怪你，我相信西叶也许是因为太爱你，所以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沈西燕，跪下，向小婉道歉。我又没有害他，我为什么要道歉呢？沈西燕，我本来以为你的身世那么惨，只要我好好对你就能得到你的认同，我没想到你这么恨我，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才甘心？小婉，你别想多了，这件事都是沈西燕的不对，你千万别多想。你知道我是他的情妇，还想讨好我？这种话只有顾君许这种傻子才会相信。够了！你根本不知道小婉费了多大的力气，你知不知道？当年你父亲……哥哥，我们说好放下过去的，你认识我父亲？不认识，但是你差点害死小婉，你必须向他道歉。我不会道歉。顾总，燕儿说了，他没有陷害他，你也没有证据，证明就是燕儿给他下的农药。陈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看小程的，我听见这边有动静，第一时间过来。我没事，你还是走吧。为什么呀？燕儿，你宁愿待在这个家伙身边被他羞辱，你也不愿意跟我走吗？好啊，沈西燕。没想到你表面顺从我，背地里早就跟别人勾搭在一起了。顾君雪，你注意你的说话态度。她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不允许你羞辱她。可我要的就是羞辱她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苏晨毅，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喜欢你，
我也不再是你们苏家的童养媳了，请你还是走吧。呀，是不是因为小张要回来？我可以给你。苏晨毅，你再这样纠缠下去，我不保证不会对苏家出手。你也不想苏家破产吧？你又不喜欢叶兰，为什么还要霸占她？你情我愿的事，我何必看你？你还是走吧。沈西燕，我倒是忘了你还有个情夫在医院。你要是不向小婉道歉，那我以后再也不会给你打钱，小程的医药费也就断了。道歉。对不起。我喝了农药这么危险的东西，居居哥哥居然只是让沈西妍道个歉就算了。哼，男人的心果然还是靠不住。何姨，都打扫这么久了，过来休息一下。谢谢林小姐关心。何姨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如果你小时候被绑匪给绑架了，长大之后又遇见了绑架犯的女儿，绑架犯的女儿能是什么好东西啊？先抓住关起来，然后狠狠地打她一顿。谢谢何姨。咱们就是随便说说，世界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？林小姐，那我出去忙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放我出去！沈西燕，你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情妇罢了。居居哥哥买了你，你才能住进来。在我眼里，你连那些阿猫阿狗你都不如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放我出去啊！你少做梦了！你以为把你关起来是谁的意思？是顾军需要你关着我的。你干嘛？先生，沈西安呢？今天一夜都没见到沈小姐。她又没去上班。沈小姐一看就是个不安分的，不知道又去哪里鬼混了。之前不惜下药也要留在我身边，这才没几天就投入别的男人怀里了。去查沈西安现在在哪？顾总，沈小姐失踪了。什么？动用所有人手给我去查，就算掘地30，也要把她给我找出来。沈小姐是厄运的，多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哦，对了，根据您的描述，我怀疑沈小姐得了幽闭恐惧症，以后只要尽量避免让她去到类似的地方就好了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没事。小安，这是不是你做的？不是我。不是。你或许不知道，别墅的走廊是有监控的。居居哥哥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！为了我？你把他锁在那种地方，你跟我说是为了我？居居哥哥，你变了！你以前从来不会凶我的，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小婉，这个是真相。我有什么不对的？你把他带进别墅，不就是为了折磨他？既然如此，我就帮你达成所愿。住嘴！谁准你私自动手？居居哥哥，我只是害怕你爱上他。放心，我爱上谁也不会爱上他。我问过何姨了，是她告诉我我应该这么做的。何姨？你们放开我！顾总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开除我！顾总，谢谢顾总。张烨，你怎么来了？
你发生那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能不来？这花真好看，看你看，我一天的心情都变好了。你要是喜欢它呀，我明天再来。那倒不用，我明天就出院了。要是你还是快走吧。怎么了？害怕我被顾军许那家伙吃了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苏家虽然比不上顾家，但也不是他随便动动手指就能扳倒的。你也不必要对我付出这么多。我付出这么多是因为你值得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一不在，你们就又勾搭上了。陈毅，你快走。顾军许，燕儿都被你害成什么样，你又来做什么呀？不做什么，你给我滚！陈毅，你还是快走，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我死没死吗？我替小婉向你道歉，但他也不是有意要害你。他不是有意的，因为肯定是不是你让他做的。你误会我了。误会？整个别墅都是你的，要是没有你的吩咐，连小婉早就这种事情。何况你误会我的次数也是。我什么时候误会？算了，反正我也不喜欢你。让花撒什么气呢？去买一束玫瑰送到病房来，以后每天买一束送到沈小姐的手上。这个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喜欢花吗？那我就每天送你一束。顾总，你也是居家有家室的人，你这样做，就能让林小婉吃醋吗？怎么？你不喜欢？对，我不喜欢，因为你一对我好，就准没好事发生。不喜欢也得收着，只要是我送你的，你就没有权利说不。还有，以后不许叫我顾总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走？先把这个橘子吃了。吃吧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些都是我爱吃的？瞎猜的。君许哥哥，爷爷来别墅了，要见你，你快回来吧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爷爷来了，我得回去一趟。你有什么事不用跟我打招呼。我等会儿再回来看你。君许，小程出事了，快来救救他！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掉头，立马去医院。好。君许，他们说小程这次手术该失败了，就他救不回来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有事的。副总。沈小姐之所以会预支1年的薪水，是因为她在救一个叫小程的男人。他是沈小姐当年在孤儿院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患有很严重的白血病。这个小程对你而言竟然这么重要，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设备，一定要把人给我救回来。是。没事儿，有我在，没问题的。医生，小青的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手术非常成功，等麻醉的药效过了，就会逐渐入睡了。谢谢医生。你是应该的。小陈，你怎么样了？要不要喝水？你别紧张，没事。放心，我用的是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设备。现在手术已经做完了，他一定会没事。知道，谢谢顾总。谢谢君许。你们俩又是什么东西？是家人，他是我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我记得你是个孤儿。那又如何？我们的关系可比一层血缘浓厚多了。谢谢顾总亲力救助我，等我病好了，我一定会尽力报答。不必，我出手相助并不是为了你。
不管怎样，顾总还是帮了我，该还的我一定会还。随便你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。这怎么可能？小张，你刚做完手术，还是要多休息。爷爷，你最近过得可好？哦，好得很，小婉啊，我知道你这次叫我来干什么。你放心，自从君许7岁的时候你救了他，我就认定你是我唯一的孙儿媳妇。谢谢爷爷替我做主。爷爷，你怎么来？回家。我要再不来啊，翻天了！你最近是不是和英语之功有了特进？爷爷，您听谁说的？听谁说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小婉才是你的未婚妻，也是我唯一的孙儿媳妇。爷爷，你们尽快啊把婚给结了，否则的话，你的爸爸妈妈我太棒了。我这个当爷爷的，得替他们管教你。爷爷，婚期不能提前。这事儿啊，我做主。爷爷您慢走。爷爷是你叫来的。我也不知道爷爷为什么会来，不过爷爷的意思。婚期不会提前，若是我不愿意，他也不能逼着我。为什么君旭哥哥？难道你后悔了？还是说你已经爱上沈西燕了？你放心，承诺给你的，我会做。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？顾总，您是不是喜欢上沈小姐了？我怎么会爱上绑架犯的女儿？她爸爸当年害死了我的爸妈，我永远都不会。可能当时他年纪还小，未必会懂这些。那我也不会爱上仇人的女人。喂，你是？喂，苏晨逸。我是林小婉。你不管好你的未婚夫，找我什么事？我知道你喜欢沈西燕，不如我们合作一下，我有办法让她乖乖成为你的女儿。你想怎么合作？你快回去休息。我还不困，我再陪你一会儿吧。你都累了一天了，肯定担心坏了，赶紧回去睡觉。我真没事儿。妍儿，你要是不回去，那我也不睡了。好啊，小陈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一定要叫医生，好吗？放心吧。沈西燕，喝一杯啊！你又想干什么？你放心，你没下药，那我也没天天陪你喝。沈西燕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小三儿，破坏了我的家庭，我恨你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凭什么霸占着君许哥哥不放？你凭什么这么嚣张？沈西燕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愧疚吗？你这个烂货，你连一点羞耻心都没有！大够了吗？不够！大够了吗？不够！君许哥哥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因为你的出现，我自己就像一个笑话一样，我跟你斗来斗去。君许哥哥却离我越来越远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沈西燕，喝！你今天喝不醉，我做鬼都不会放。西燕，你没事吧？沈西燕。
沈西安，就你还想跟我抢男人，做梦去！妍儿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到以前呢？我这么喜欢你，你会原谅我对吧？只是以前。陈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妍儿，现在在你面前的人是我，是爱我的。陈一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不了，我们就是出了国一趟，为什么回来一切都变了？你不愿意他，还去做顾君许的情妇，你是在侮辱我，还是在作践自己？陈一，我一直都是把你当哥哥的，而且我不喜欢你。我不相信。好啊，要不是小婉提醒我，我还不知道你又来贿赂情人了。沈西安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的提款机吗？需要的时候就求着我当我的情妇，不需要的时候就一脚把我踹开。没有。你都躺在别人床上了，还跟我说没有？是的，是林小婉的钻井，他把我灌醉，我一觉醒来就在这儿了。是吗？沈西安，我不管你有没有别的男人，但是在我玩腻之前，他只能是我一个人。邝女士，你放我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怎么？当初可是你求着我当我的情妇的，现在又后悔了？沈西安，你还真是又当又立。唉，怎么？当初可是你求着我当我的情妇的，现在又后悔了？沈西安，你还真是又当又立。真是，我是人头马的小三，那你在结婚前是我，还把我当人家，你算什么？你对得起林小婉吗？你不许提林小婉，要不是你给我下药，我怎么可能和你发生关系？就算那晚是药效的原因，那今晚呢？你重要了吗？他说的没错，今晚我为什么会这么冲动？一听说他和苏晨逸在一起，就发了疯的找到他，然后，难道我真的喜欢上他了？或许，今晚虽然是林小婉设计的，但是我不恨他，因为我就是人唾骂的小三，是最卑贱的贱妇。因为你想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得做什么，哪怕你想要我的身子，或者让我去死，我都没有二话。可是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？哪怕是要亮刑，也得有个期限，是吗？在你眼里，我真的就对，我讨厌你，可是我更需要你的情。原来如此，好，我可以答应放你走，但是你不能再去找苏晨。沈西安，以前的恩怨，不管是15年前还是现在，一笔勾销。君许哥哥，你陪我去选婚戒好不好？你自己去选吧，想要哪一款，
就刷我的卡。可是我怕我自己选的不好看嘛。那就让林天陪你去。许许哥哥，你就不能陪我去一下吗？我没时间。许许哥哥，你是不是后悔和我结婚了？当初是我把你从火场里救出来的，你要把我抛弃了吗？小婉，你放心，沈西马上就搬走了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。那你陪我去选婚戒。好。这么着急走？不然呢？还以为在这儿被你羞辱。我帮你拿。我送你。许许哥哥，他都要走了，你还管他干嘛？他又不是没有脚，不会自己走。小婉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要送他回去也可以，先给我把婚戒带上。你不用送我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你还是好好陪你的未婚妻吧。你又闹什么情绪啊？你没事吧？许许哥哥，哎，小婉，林小姐她没什么事情了，只是气血不足引起的头晕，多吃点补品就好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沈西那边怎么样？沈小姐她好像怀孕已经3个月了，不过她最近比较疲劳，这对于大人和小孩来说都非常的危险。什么？她怀孕了？沈西嫣居然怀上了顾君许的孩子，不，这不可能！许哥哥，西嫣怀的会不会是苏少明？医生，我怀孕了。是的，沈小姐，经过检查，我怀疑你的孩子可能有痴傻的风险。痴傻？没错，因为孩子发育不良，有70%的概率生下的是痴傻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所以你是要打掉你的孩子？你要打掉谁的孩子？沈西嫣，立刻去做亲子鉴定。要是被我发现你怀了别人的孩子，你会放我？是你们家应该放我离开的。那是之前，但是现在你怀孕了。坤雪，我不要回来！你明明答应放我离开的。你好好待着，孩子没出生之前不准出去。关键是你放我出去，你不能这样关着我。顾总，这是亲子鉴定报告，沈小姐怀的确实是你的孩子。沈西嫣怀了我的孩子，我要当爸爸了。少爷，沈小姐在家不吃不喝，想要饿死自己，你快回来吧。好，知道了，马上回去。沈西嫣，你又在做什么妖？你想饿死自己吗？对，我就是饿死，也比被你折磨死强。把汤给我。沈西嫣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要不是因为你肚里的孩子，你以为我会在意你的死？所以你把我困在这里，只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？哼，没错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死都不会求你。现在后悔迟了。你到底怎样才肯吃东西？放我离开！不可能！那你至少让我从这个房间离开吧。你也不想别怀我肚子里面的孩子。只准去别墅走走，不许出去。想要出去的话，必须告诉我，我陪你去。
喂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乖乖待着，我劝你不要想逃跑。你到底行不行啊？都这么久了，肚子一点反应没有。我靠，你急什么呀？你现在就算是怀上了，你觉得顾君许能跟你接近他的机会吗？再说了，你如果真怀上了，才是有理说不清了。那怎么办呀？顾太太的位置，我是绝对不会让给别人的。很简单，你只要你想坐上顾太太的位置，我帮你拿到。但是小白，答应我的事，可不能忘了。你就放心吧，顾君许算什么呀？我最爱的人还是你呀。顾氏的机密以及资金，我会帮你弄到手的。我们顾太太呀，就是大方。哎，你怎么还来？我渴了，要喝水。你又不是没手没脚，要喝自己倒。小三儿也能母凭子贵，登堂入室了。哎，真是世风日下。顾君许平时也都在这里工作，不知道这儿有没有什么机密。要是能拿到他的把柄，让他放我走就好了。就是我的手中的，自从小时候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他为什么会在顾君许这儿呢？难道他就是当年我救的那个小哥哥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救了他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你要是不让我出去，我现在就自杀。到时候一尸两命，我看你们拿什么跟顾君许交代。沈小姐，你不要激动啊！沈小姐，怎么办？先跟着你。什么？被绑架了？一屋子的保镖，我给你们开那么高工资，白养你们的吗？还不快给我去找！哟，醒了？是你。真下贱！沈西安，我劝过你很多次，让你离开顾君许，你就是不听话，那就不要怪我用强硬的手段。你这是在犯法！犯法？你不过就是个插足别人感情的小三而已，还是个孤儿。对了，你的青梅竹马小程，你马上就要死了，至于你嘛，怎么死，别人也不会知道。你想说什么？他本来就有白血病，我只是在他的药里加了点东西。放心，他很快就会陪你。你真是太傻了！杀人又如何？我不仅要杀了他，我还要杀了你和你肚子里的野种！你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吗？我现在帮了你，你应该感谢。哇，手镯你找到了。说来我还要感谢你，要不是你当初救了顾君许，我还做不上顾太太。那我就大发好心告诉你，顾君许之所以要娶我，就是因为当初我在火场救了他，现在我才是他的救命恩人。卑鄙！不过是一点小手段。你知道顾君许为什么这么讨厌？你管什么？因为我告诉他，你就是当年那个绑架他、
还害死他父母的绑架犯的女儿。你说，仇人之女，他会不会恨不得你去死？你说，仇人之女，他会不会恨不得你赶紧去死呀？是你搞的，快把一直觉得我亏欠了你，这我看不到我。剩下的话，你还是到地下去说吧。小二，虽然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但是你让我杀人。你有什么不敢的？故事的机密我都已经给你了，到时候我会再给你一笔钱。你出去躲一躲，过个2年，我和顾君许离婚了，带着他的财产嫁给你，难道不好吗？那个新公子里，他喜欢的又不是我，不过是个记忆中的男人吧。我只是把他当个冤大头，到时候我们把他的财产骗光了，我们就发财了。你说的对，来，把这把刀拿来，上来，咱们就发财了。陆晨，你什么意思？赶紧动手，一会儿来人了就来不及了。赶紧走！不行，沈西必须死！燕儿，菊许哥哥，我好害怕呀！有人要杀西燕姐姐，我想跟她止血，又止不住。你撑住，我马上带你去医院。医生，医生，快救人！医生，医生！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现在病人勉强救活了，但是孩子没保住，胎盘不稳。就算勉强保住孩子，日后也很容易流产。如果你们确定要给孩子，以后一定要多注意，不要让孕妇情绪过于激动，也不要让她过于劳累。好，知道了。君许哥哥，你要不去休息一下吧？你都站好几个小时了，西安一定会没事的。沈西燕，你还真是命大，那么深的一刀居然没刺死你。许许哥哥，你去给西安买点吃的吧，他醒来估计会饿。我在这陪着他，让黎星去买。但是医生说他现在情绪不能那么激动，他要是醒来看到你，估计就要难过了。燕儿，我知道你恨我，那我就不在你面前碍眼了。你一定要好好的。总裁，我查到了，绑架沈小姐的人是陆晨，顾家的私生子，包括沈小姐上次方案那件事，据说也是从他那偷的。你说，燕儿真的会去偷别人方案吗？这个我不清楚，但是据陆晨口供，是林小姐雇他绑架了沈小姐，而且还想要杀了沈小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。谁叫他们胡判乱言？可是他说有证明自己的证据。哼，这种绑架犯能有什么证据？估计就是为了要挟我，所以才将燕儿跟小婉一起绑的。我去看看小婉跟燕儿。你在干什么？你给双儿注射什么？皮霜，你居然给孕妇注射这种毒药，你是想让沈小姐一尸两命吗？小婉，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许许哥哥，你说过会娶我的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所
所以绑架也是你吗？不是的，这不是我做的，曲曲哥哥，我也是受害者。曲曲哥哥，曲曲哥哥，你要相信我们都快要结婚了，我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。是他挑拨离间，他陷害我。林小婉，你想杀了嫣儿，这也是事实。曲曲哥哥，我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把你从火场里救出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要不是念在你救我的份上，你以为你能活到今天？曲曲哥哥，他不过就是个情妇而已，他的父母害死了你的父母，就算他死了，那也是他活该死的。劝导我，我不许你这么叫嫣儿，嫣儿不是情妇。那他是什么？情妇的身份不是你给的吗？顾君许，你居然爱上了仇人的女儿，你真可笑！你都没有资格动她，你都没有资格动她。至于你，凌小婉，我可以先不动，但是你，陆总，你要干嘛？我要你血债血偿。嫣儿流了多少血，我就要放你多少血。别，陆总，您误会我了，要杀他的人不是我，是林小婉。我这有证据，有录音，你一听就明白了。昨晚我还有感情，要不是你当初做了顾君许，我还做不上顾太太。那我就大发好心告诉你，顾君许之所以要娶我，就是因为当初我在火场救他，现在我才是他的救主。你知道顾君许为什么？因为我告诉他，你就是当年那个绑架他，还害死他父母的绑架犯的女儿。你说，仇人之女，他会不会恨不得你去死？林小婉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曲曲哥哥，我才是救了你的人，我才是顾太太。做梦去了！这世界上顾太太只有一个人，只有嫣儿才配做。曲曲哥哥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这不公平！林小婉，你耽误了我跟沈西嫣15年，不足惜。把他和陆晨给我交给警方，找最贵的律师，必须判重刑。不行，不行！凌小婉，这辈子你就待在牢里过吧。顾总，陆晨早就和林小婉串通好了，心理医生也是被他们收买了，所以他根本没有心理创伤，也不可能割腕自杀。哦，对了，林小婉被毒害那天的监控我也调出来了，农药也是他自己喝下去的。原来是我误会他了，都怪我，从来没有信任过他。嫣儿，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些年的伤害。嫣儿，你醒了啊？你感觉怎么样？要不要喝水？什么？小陈他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小陈他没事。嫣儿，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，林小婉伪装成你顶替功劳的事情我也知道了。以后，请让我照顾你，
顾长鸟，我现在不需要你的补偿。你现在还怀着孕，医生说你需要休息。这个孩子不能要。为什么？林小婉已经不再是我们之间的阻碍了。我可以娶你，我们可以组建新的家庭，我可以给孩子幸福。可是我现在真的不能生。我知道了，因为是我的孩子，不是苏晨逸的孩子，对吗？是的。不管如何，这个孩子必须是你。所以，只是把我当一个生育机器使用。不是的，我自始至终都是。不是的，自始至你爱的不是我，你爱的是那个15年前将你从大火里救出来的女人。不管那个人是谁，你都会爱他。不是的，我爱的是你。顾军旭，我现在不要看见你。好，我走。我在你眼里只能透明，你有万物生灵，我是最渺小的。沈小姐现在的情况稳定下来了，送去的食物也都吃了，听照顾的人说胃口很不错。那就好。林星，你说我算不算个渣男？我都把他害成那样了，竟然还想让他生下孩子，希望用孩子绑住我们的关系。这不怪你，顾总，是林小婉藏得太深了，她一直在利用您的信任来挑拨您和沈小姐的关系。要是我能早些识清林小婉的真面目，那就不用说。医生，我的孩子真的是赤傻儿吗？是的。就没得救了吗？医生，我求求你了，帮我打掉这个孩子吧。你确定吗？沈西安，我说过不准打掉这个孩子。顾军旭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打掉他吧。这个孩子，他是个痴傻儿。我不管，我顾军许的孩子不可能是个痴傻儿。立即停止手术。燕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全世界最好的医生，不管孩子是不是痴傻儿，我都一定会治好的。顾军旭，如果孩子真的是个痴傻儿，你有想过他的以后吗？他会比同龄的孩子辛苦千倍万倍，还要遭受白眼和嘲讽，你要他怎么活下去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是我顾军许的孩子，就算他什么都不会，他也是食物链的顶端。顾军旭，这只是你自己的想法，不是孩子的。燕儿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不要动得太急。去找最好的医生给燕儿做产检，仔仔细细，一定给我查清楚。顾总，产检结果出来了，除了胎盘有些不稳，目前还没有别的问题。产检结果没有问题，那就是产检的人有问题，去查。是。你还干什么？这是我们的产检报告，孩子没有问题，你不用担心。可是产检医生说市场2高达70%，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那是之前产检医生的问题。医生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？刚刚那个叫沈西嫣的女人是我老公的小三，我不希望她的孩子出生，你帮我带电话，就说她的孩子有痴傻的问题，建议她打掉。我的孩子真的没事吗？没错，所以你现在想要这个孩子吗？
没错，所以你现在想要这个孩子吗？他是我的孩子，我当然要了。妍儿，等我们的孩子出生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那我们找个时间把婚礼办了。为什么要办婚礼啊？我跟你的关系都已经断了，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会照顾的，我不需要你。妍儿，我知道我伤害过你，但是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补偿你和孩子，让我重新追求你，好不好？不需要你的礼物，不是礼物，我已经安慰你。等你的话，你说好。谢谢。居然是顾总送的花，这女人也太好命了吧！顾总竟然跟她告白了。还不是某些人啊，不要脸，仗着怀孕啊，五凭子贵，小三上位了呗。是吗？还有这事儿？怪不得她好几天不来上班，也没人管她。面交什么时候办的？工作都做完了吗？林特助，听说这沈心妍是小三上位，林小姐才是总裁的未婚妻啊？怎么可能？咱们沈小姐可能是小三吗？就凌小婉那种女人，给咱们沈小姐提鞋都不配。可是我看沈小姐也不喜欢顾总，办个花都没用。这可能是他们之间的情趣吧。这样啊？这么迟还在加班？我让人给你打包了一些饭，先吃点吧。我现在在给你的公司加班，吃点东西就算加班费了。有你这么积极的员工，请吃饭是应该的。小沈娜出事了！别慌，我马上就去医院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放心，只是有点排异反应，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。那就好，谢谢医生。是。妍儿，别担心。医生，你真的没事吧？你刚才吓死我了。没事儿，我想窒息不得小宇宙，只能跟我去。你想要我说什么？顾总，我知道，即便我治好了也不会长久。我希望你代替我照顾我。不用你说，我也会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顾总，其实你想和妍儿在一起很容易，妍儿最心痒了，只要你真心对她，她一定会回报你同样的感情。知道了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妍儿。陆君雪，我们结婚吧。你放心，这伤肯定没几天就好了，不会影响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不，我听见了。妍儿，婚戒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婚礼马上就可以筹备，明天我就将喜帖发出去。堂堂顾总，像是娶不着媳妇儿似的。没错，只要你不点头，我这辈子都不娶媳妇儿。妍儿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的对你好，我会做一个好丈夫，也会做一个孩子的好爸爸。
燕儿，以前我不懂爱，所以这般执着于15年前救了我的人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会用一辈子好好爱。